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大家新年好呀！在你们小的时候玩过蜗牛吗？我相信你们都没有认真观察过它吧？它没有四肢，移动的过程中会在经过的地方留下一条白色的液体，这种粘液其实是在保护蜗牛的腹部不受伤，同时也能束缚住一些小昆虫。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这种粘液是有腐蚀性的，那我们还会小看它们吗？没错 ，ACP 基金会又收容了一个其貌不扬的小东西，就是这个可以称得上是地表最强蜗牛的 ACP-075。虽然它真的很小很不起眼，但是谁知道在它那小小的身躯里面竟然蕴藏着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感兴趣的小伙伴，新年的第一个3连我就不客气收下了，一起来跟我研究一下这个腐蚀性蜗牛吧。ACP-075是 Euclid 级别的收容物。从它的外观来看 ，ACP-075是一只长20厘米、宽13厘米、高15厘米的大型蜗牛。乍一看，其实跟普通的蜗牛也没有区别了，但是它竟然有着6只强健的触手，还带着爪子。正正第一眼看到的时候，觉得它就是像蜗牛壳里长出个恐龙脚趾，这外形也太尼玛猎奇了吧！然而，你以为它的外形已经足够让你瞪大眼睛的时候，下面这条属性简直会颠覆了你的蜗牛观了。因为这个 ACP 的体重大约为860公斤，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只蜗牛已经跟正常的牛差不多重了，这也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完全无法理解的特质。当环境几乎完全干燥的时候 ，ACP-075 将会进入休眠状态，因此保持环境干燥是现在唯一一只收容 ACP-075 的手段。在不干燥的情况之下 ，ACP-075 的体型跟质量都会以惊人的速度开始移动，它会表现出捕食者的行为，还会跳向它的猎物，并且向猎物喷洒高腐蚀性的液体。这种液体是从它触角上的小孔之中分泌而出的。然而，它的腐蚀性比任何一种人类已知物质的腐蚀性都要厉害。由于 ACP-075 在活动的时候会表现出攻击性，因此该化合物无法被收集，所以迄今为止，基金会仍未找出一种可以完全抵御这种腐蚀液体的材料。目前 ACP-075 应被收容于一个安全级别为4的1米乘以1米乘以1米的抗腐蚀保险箱之中，这个保险箱也被保存于一个有着相同进行过防腐处理的安全房间之内。该房间的绝对湿度在任何时候都不超过1%。为了保持这种湿度水平，必须使用医药级别的干燥剂。如果 ACP-075 的收容房间之中的湿度超过了1%，那么所有人员都应该立即撤离，并且该站点会被封锁，直到湿度重新降到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不仅如此，所有进入 ACP-075 收容房间的人员都应该穿着4级的聚丙烯防护服，并严禁进行注射测试以外任何涉及水溶液的测试。如果某溶液与 ACP-075 进行了接触，该区域将马上被封锁，并且被干燥剂所填充，直到湿度重新进入可接受的范围。严禁所有人滞留在该地区之中的人员撤离。如果想要收集 ACP-075 分泌物的实验，必须经过所有当时驻扎于站点之中的等级4的人员批准，并且要在他们的监督下进行。但是对上述人员的认可不能推翻常规的命令，即不得将任何液体溶液引入 ACP-075，包括其自身的分泌物。然而 ACP 基金会已经成功通过使用一种叫做 ACP-294 的收容物收集了一杯 ACP-075 的分泌物，现在正在测试是否有任何材料能够免疫它的腐蚀。ACP-294 是一台具有异常特性的咖啡贩卖机，机器会示意用户用触摸板输入任何液体的名称，输入完毕后会在杯子里面注入指定的液体。奇怪的是，这看似是普通的12盎司纸杯，竟然可以成功免疫腐蚀液体，包括 ACP-075 的分泌物。基金会也仍然在研究，为何 ACP-294 其给出的杯子能够免疫地表最强蜗牛的分泌物呢？其实先不说别的，860公斤已经能够把猎物压死了，再加上它的腐蚀性，战斗力绝对是杠杠的。蜗牛壳对于蜗牛来说，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保护。要是想办法毁掉 ACP-075 的外壳，它是不是就能被抑制住了呢？还是说它的外壳只是一种掩饰？一旦打开，里面可能会有更多可怕的生物出现，腐蚀液体只是最小儿科的武器，想想就觉得刺激。大家还记得正正之前讲过的 ACP-106 恐怖老头吗？它也是有高度腐烂的外形，任何接触到它的物体都会产生腐蚀效应，这一过程还会出现一种黑色的腐蚀性粘液。如果 ACP-106 跟 ACP-075 打起来，那你们觉得谁更厉害呢？反正都是神仙打架，虽然两者都有腐蚀性，但是腐蚀蜗牛的速度很快，腐蚀性又是最强的，而 ACP-106 的腐蚀过程要持续6个小时。但 ACP-106 怎么说也是自带神威的男人，对吧？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在这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学习工作更上一层楼。那如果你觉得本视频做得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跟分享。我是正正，那我们下期再见吧。